这是一辆由上汽和阿里巴巴、上海的国企联合造出来的品牌智己汽车，号称每造出一辆车，就可能有一个小朋友被送到寄宿学校的品牌。女司机表示全程开启了 Pilot， 结果还是在过弯道时发生事故，导致车辆与护栏发生剐蹭。从视频可以看出，当时天气不错，视野很好，车辆开启了 Pilot 智能辅助驾驶。在分岔口时，突然开启了加速，处于对智驾的信任，车主虽然有点怕，但还是没有接管。随后来到一个弯道，车机有减速，顺利过弯。随后第二个弯也顺利减速通过。随后车机提示下一个是绳结弯，估计此时车主对智驾已经完全信任了。但是随后车辆从入弯开始就疯狂加速，并且没有转向操作，在弯道直接车尾撞上了栏杆，紧急接管之后已经来不及了。在猛打方向后，可以看出车身剧烈晃动，相当惊险。还好最后停了下来。随后车主将视频发到网上曝光。智己汽车回应表示 Pilot 只是车道保持，并非智能驾驶 NOA。 从公告中仿佛看到两个字，傻瓜，略带嘲讽。但是这里也有很多的疑问，为什么主动刹车 AEB 没有触发呢？而且随后车主用理想汽车的 LCC 车道保持是正常通过。有网友就表示，没有出事故，那肯定是遥遥领先了，出了事故车企甩锅的方式也是遥遥领先。总之就是领先。也有人表示，车企为什么不用中文呢？用 Pilot、ACC、NOA 等英文名字，这谁看得懂？这应该是汽车芯片的问题，毕竟现在国内智驾一直说自己遥遥领先，但是芯片绝大部分还是用的国外的。小米 SU7 最近也是事故频发，更多的焦点是消失的主动刹车 AEB。从视频可以看出，当时车速114千米左右，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在前方车辆明显亮起了刹车灯的情况下，车主没有减速，还是高速行驶。等到了踩刹车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直接追尾了。如果是正常的人驾，在这么好的视野下，看到前车刹车灯亮起的下一秒就应该踩下刹车，而不是去相信小米雷军宣传的135千米都能刹住。这明显就是拿自己的小命在赌那个不靠谱的 AEB 了。如果此时后车没有及时刹住，那么直接就领了盒饭了。事后估计是怕丢人，选择遮住了车牌。相信下次应该会直接踩刹车了。这也应该算是拿肉身给小米 SU7 做数据了。在国内有很多这样的人，凭着对品牌的喜欢而去测试那些并不成熟的智驾。有小米 SU7 的粉丝在更新新的系统之后，本来是想写成体验分享，最后变成了 BUG 分享。首先是识别问题 ，LCC 有时无法正确识别前方的障碍物，导致险些发生碰撞。其次是 LCC 在某些弯道上会突然加速，这增加了行车风险。NOA 高速领航辅助系统也有问题，即使更新到最新的系统 ，NOA 在某些路段依旧无法正常工作。尤其是在太原 ，NOA 的表现非常不稳定，经常无故退出导航。AVP 泊车辅助系统在停车时，系统经常识别错误，无法正确泊车。安全辅助系统在识别障碍物时也存在问题，经常会导致紧急刹车，这在高速上是非常危险的，并且在系统 1.0 到 1.2.2 版本中都没有得到解决。单拿出一条来，都是重大的缺陷。而小米 SU7 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推送到了车主面前，虽然限定了几个主要城市的特定区域，但是这无疑跟随时发作的神经质没有什么区别，是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在中国开车，所有的司机都可能成为那命中注定的幸运儿。在7月19日的小米发布会上，雷军还发布了小米 SU7 Ultra 原型车，并且表示在理论情况下可以做到贴地飞行。
这就让一些粉丝直接高潮了。我真受不了了，小米终于开始对标布加迪了，这我之前想到了，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小米应该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至今第一个在发布会上对标布加迪的，我的评价就俩字儿，牛逼。但是麻烦您下次在对标的时候，能不能把人家车名打对了呀？这样显得咱专业点儿。至于这小米原型车要去跑纽北，要去拿第一干保时捷，我举双脚双手支持。保时捷估计现在都懵逼了，大哥你是真奔着我来的呀？但是大实话，跑纽北的意义让现在很多中国车企玩歪了。原本呀，纽北是一条落差大、弯道多、路还不平，让厂商去测试调教车子用的，不是让你出个组装车、刷个圈速炫耀的。所以啊，纽北跑出来的数据要分析，一些技术要应用到你量产车上。就比如小米苏7那刹车，热衰减了，刹车踏板起码要给反馈吧，脚感要有变化吧。现在它这样不是一个主打运动的车该有的设定啊。这台车到底有多大的水分还不清楚，在10月份纽北赛道刷圈，估计也会成新闻，我们频道会持续关注。只是希望别作弊，因为有一个厂商就刷圈作弊被取消成绩了。2024年3月份我买的这个比亚迪大汉，当时在保定 4S 店提的车，这个车当时说销售说是续航605的，这个车在我手里边开是续航从来没超过400。这个车我也会用不同的人去试验过这个车，认为我的操作手法不对。我后来好多人承认了以后，这个车现在就是在300左右续航，这个续航和现在大打折扣。这不现在是刚充满的电，跑了10来公里，现在立马就掉到439了。这个我每次充电有数据为证啊。比亚迪最近也有2个笑话，先说第一个，工业奇迹秦瑶又被打脸了，又是续航第一，又是油耗第一，到处颠覆行业的比亚迪，在某媒体的极限油耗测试中排名倒数第一，100公里油耗 6.44L， 在混动轿车中被雅阁干翻，基本是全系轿车都败给了雅阁插电混动车型。这种极限测试也从侧面给了工业奇迹一巴掌。虽然在实际生活中驾驶环境完全不同，但是比亚迪引以为傲的第5代 DMI 都更新到第5代了，居然还是败给了刚刚搭载第1代插电混动的本田雅阁，真的丢人。根据相关人士分析，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是传统燃油发动机的推动比。根据资料，本田的纯电续航是83千米，秦 PLUS、秦 L 以及汉都的电池组电续航均为120千米左右，很明显电池组的重量高于雅阁，对于发动机的推动比就有很大的影响。而唯一赢了雅阁的海豹06，在整个比亚迪的车型中重量最轻，电池组续航80千米。这就让很多比亚迪的粉丝表示都不承认这个成绩，国货之光、工业奇迹怎么可能倒数第一的？而且谁会一直跑120千米的极限速度？现在的汽车媒体就是喜欢搞拉踩，好拿广告费，话题度大于实际作用。另外一个比亚迪最近的笑话是，比亚迪的方程豹 5完成了一个混动车型 5980.05 米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很快就被打脸了。世界纪录还没焐热就被隔壁车企给反超了，有博主就表示了怀疑，这里面的蹊跷看着有点大。一个车主创造了一个最快打破吉尼斯纪录却不申请吉尼斯纪录的吉尼斯纪录。说一个坦克400的车主用时半天爬到了6001米，竖了个牌子，打破了人家刚保持了2天连高度都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的一个吉尼斯纪录。我深深的产生了质疑。首先，你爬的高度为什么没有精确到小数点的后2位？第二，你要知道人家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带着吉尼斯的见证官准备了30多天，3次摸底，60多人次，还有的差点断电在那儿才攀升的高度，你半天搞定了，让我深深的产生了质疑。你难道不知道我们颠覆牌的越野车是全世界最好的插电混、最好的越野车品牌？你没有吉尼斯见证官的见证，那你就不算吉尼斯世界挑战成功的一个记录。你有吉尼斯记录的证书吗？没有就不算啊。再说我要批评一下小伙子，非常的不讲武德。人家给车评人的文案，那好多车评人都还没拍完呢，你哐哐的给人霍霍了。你搁那插个6001，你都查完了，一帮车评人的文案才发出来，我们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你要干什么？你就不能晚个10天半个月再去吗？等人家高潮完了不行吗？最后我给这颠覆牌的这个品牌提个建议，你下次从这个吉尼斯证书的上面多写一点，你写上
耗时时间最长、人数最多、摸底时间次数最多的吉尼斯海拔世界纪录，它不就没人打破你了吗？你就别说强大的强了，强大的强盗、强大的流氓、土匪来了，它也不好使啊。所以这一次我是支持我们颠覆吊打碾压牌的，就是好车，世界第一，不容任何质疑啊！那个6001米，我觉得大概率是作假啊。这位坦克车主的原视频已经被删除，很多人质疑比亚迪耗费那么多人力物力，耗时60多天才完成的记录，你单人单车1天时间就搞定了，这也太离谱了。如果是真的，那脸不是打肿的问题了，而是脸直接没了，掉地上了。所以在评论区也是各种质疑。你解答一下，你在6000米海拔牌子的时候，没看到上面方程报5980米的牌子吗？还有的说太着急领工资了，还有人直接指出海拔和经纬度对不上的问题，并且拿出了具体的数据表。长城和比亚迪一直都是吵来吵去的，每次都是针锋相对，而这次不知道是谁作假了。不过只从行动来说，比亚迪为了宣传自己经常崴脚，断轴的方程豹也是下了血本了。毕竟从手掰大梁开始，这款硬要越野的方程豹就是问题不断，被网友戏称软派越野。最后来看一个好玩的，看长安汽车怎么玩文字游戏。车主上线，你好。喂，你好，我姓肖。姓肖呀？那肖小姐是什么车呀？就是我在长安订了一辆吉尔107嘛。就是我的贷款它没有通过，但是 4S 店它不愿意退我的定金还有我的首付款。但是如果我要退这个定金还有首付款的话，他必须得从我的首付里面扣我1万块钱的违约金。哎呦，先别哭，哎呦，哭得我心都碎了。呼吸一下，没事儿啊，我们了解了解情况。没事儿。来，肖小姐，我先问一下啊，你怎么会有首付款的情况呢？应该是付完了定金以后，咱们就去做按揭了，对不对？没有，那个销售他是在我订了车还没有弄贷款的时候，他就让我去付那个首付，然后再去弄那个贷款申请。哦，那为什么咱们贷款没通过呀？我不知道。我之前的时候，我连支付宝的某贝还有某花我都没有申请过，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通过。说白了就是你是白户是吧？可能是吧。白户也不是说完全贷不出来款，你的征信有没有问题呀？没有，征信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我懂了，就是白户不是说你有什么错，而是因为你没有一个良好的一直在还款的行为，使得你是一张白纸，人们无法评估你的还款能力。肖小姐多大了？21。你现在有固定工作吗？有的。有经济来源的，那你贷不下来很奇怪耶。如果是白户，也不至于所有的按揭都不给过吧？所有的方案都试过吗？都试过了，就是没有通过。销售他跟我说过，我的贷款如果没有通过的话，他是会给我退款，但是我没有证据，我没有录音啥的，所以现在就是直接就是不承认了。是谁跟你说是可以退款的？4S 店的销售姓何。这个事情可能实际的操作和法律条款之间会有一点不一样。大部分的车企如果只是因为客户征信的问题，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贷款就是贷不下来，这一单一般4S店都不做了，不做的方式就是所有的钱退给你，一般的车企都会这么操作的。但如果说是对方很强势，在你的合同上明示规则，比如说如果要是由于什么什么的原因违约，我需要扣你的定金款或者扣你的车价款，有这种明示的规则吗？他那个合同的背面写了有违约金这个事情，但是签合同的时候他是把那个背面直接压住，然后他只给我看了合同的正面。如买方变更合约或放弃购买，或卖方通知提车15日，现车为5日后仍未结清余款，或办理车贷手续的，卖方有权解除合约，则买方付违约金。车贷手续的这个是有争议的，他没有说车贷手续失败，或者说这个车贷手续有什么毛病，他没有这样写，只写了一个或办理车贷手续。所以这个或这个应该怎么去理解呢？我觉得好像读不懂呢，读不通呢。只要我读不通，我就认为他在骗人。长安启源上线，你好。你好，我现在的确看到了一个7.2的条款啊，条款字儿小，车主没看见，车主有问题。但是呢，关于这个7.2的这个条款内容呢，我也没读懂。如果买方肖小姐变更合约，我想要改型号或者放弃购买，卖方有权向已收款当中抵扣违约金，我读懂了。或卖方通知提车15日没有结清余款的，可以收违约金。或办理车贷手续的，卖方有权解决合约。为什么车主办理车贷手续，卖方有权解除合约？
并且收取违约金，这我没理解。那么多做车贷的，你们都要收违约金吗？车主没有放弃购买，车主没有变更合约，所以车主如果没有放弃购买，没有变更合约，是因为审核失败，并不能执行7.2，就应该把所有钱还给他。而且行业里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么做的，车主不是主观刻意主动让自己的征信出问题，不是主观故意的放弃购买的。如果前提条件就是这一句话的话，后边哔哩吧啦的东西我就可以不读。中华文字博大精深，但你不能欺负小姑娘。那你今天帮我把这个事情反馈一下好不好？好的。今天下午肖小姐电话保持畅通好吗？好的，谢谢。事情最后是长安退钱，小姐姐的押金1万块保住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套路，在中国套路非常多。这同时也证明一点，在国内找媒体比找相关部门靠谱。欢迎收看，感谢订阅。